朋友們好，歡迎來到綠綠問答。這期節目我們照舊回復留言，看看智能革命的專題裡有哪些好玩的分享和問題。好，話不多說，我們開始。第一位朋友金句兒，把尿喝白，把電充綠，把事兒辦黃，把片一看，把讚一點，把言一留，靠譜。下一位沒毛病，整個浦東凌晨外賣單量斷崖下跌，白領連10幾塊的拼好飯都不點了。別說白領崗位面臨替代，就連騎手也快失業了。26年3月瑞銀研報計算，截止今年2月，京東、美團和淘寶閃購3家加起來，日均外賣訂單量僅約1.1億單。另有騎手接受採訪說，日均接單量從此前的40單降至30單，想維持收入就得延長工作時間。按日均30到40單測算，1.1億日單量只需大約400萬骑手，而目前全行業注冊骑手將近2000萬，從業數是需求數的5倍之多。也就是說，外賣骑手這個蓄水池已經滿得快溢出来了。照此推算，弄不好年內就會聽到外賣員失業的消息。下一位，我特別喜歡《芙蓉鎮》裡那句台詞兒，活下去，像牲口一樣活下去。第一次看到這句話的時候，感覺這句話特別有力量。再後來發現這句話可以在這個文明用幾千年，從未改變，突然又悲從中來。根據 NASA 研究發現，上過太空的人類都會產生總觀效應，甚至大腦氣質都會發生物理變化。簡單理解就是說，人親眼目睹宇宙浩瀚與人類渺小，直接超脫了。中國人面對自己的歷史也有總觀效應，小時候長期接受洗腦，總能帶入帝王視角，活在萬邦來朝的夢境裡。等到大腦發育成熟，忽然有天開竅了，會在一瞬間回到現實。這時候哪怕簡單吟一句路漫漫其修遠兮，也能感受到人生蒼涼。下一位 AI 確實好，唯獨不能背鍋，所以人還是有可利用的價值，背鍋也是生產力。下一位憔悴了呀，辛苦了，謝謝關心。錄像那天有點感冒，整個嗓子也是啞的，也謝謝大家能夠包容。下一位綠綠老師您好，想諮詢一下，日本等发達國家房齡長的老破小都裝上電梯了嗎？老師不敢當，喊綠綠就行。先說答案，我看到的資料是基本不會。日本有一種著名的老破小叫團地，多見於戰後的60、70年代。當年日本法律規定5層以下的住宅可以不裝電梯，所以這些房子基本都是4、5層。為啥後來也不裝電梯呢？因為老房子在泡沫破裂後持續貶值，電梯裝下來可能比房子還貴，完全沒必要。至於老人養老的話，基本上都是人跟着需求去換房子，而不是房子跟着人的需求去改造。下一位，中國統計失業率的方法是每周工作1小時，所以大量靈活就業也包括在內。結果現在靈活就業也不公布了。前幾天，中國新就業形態研究中心發布了25年藍領就業研究報告。報告顯示，中國靈活就業人数在21年突破2億之後，近2年以每年4000萬的速度增長，24年增至2.4亿，25年達到2.8億，預計今年將進一步攀升至3.2億人。3.2億啥概念呢？中國總就業7.25億，靈活就業占了44%，相當於每2個青壯年就有1個在打零工。那如果是2口子，這個社會最小單位也有1個在打零工，結果就是靈活就業、靈活結婚、靈活生娃。所以我認為靈活就業才是安全套。老齡了，老齡。下一位，放心，中國牛馬最終還是比 AI 便宜。失業潮確實會讓牛馬更便宜，這等於低人權優勢在脫貧攻坚之後又續上了。下一位，有沒有 AI 都不影響中國大面積失業。還有一位，但 AI 會對失業推波助瀾，讓通縮縮上加縮。靈活就業占總就業1半，說明市場經濟徹底涼了。中國經濟是國有經濟加市場經濟的雙拼模式，圍繞在國有經濟周圍的是公務員、事業編、大基建土木群體、國央企工人以及依附於他們的家屬和親戚；圍繞在市场經濟周圍的是廣大無權無勢無關係的做題家和農二代。前者就算躺平也能衣食無憂，而後者躺平等於找死，只能靈活就業。咋說呢？就業形勢和經濟核心的關係就像熱力圖一樣，離核心越近，溫度就越高，就業形勢也就越好。國有經濟的核心在北京，在各級省市县政府和管委會；市場經濟的核心在紐約、在灣區、在倫敦、東京、首爾和香港。現在國有經濟依然穩健，在餘溫耗盡之前尚可過活，但市場經濟隨着全球化終結，已經被迫與核心隔離，涼透了。下一位，至於不讓躺平嘛，我覺得誰給弄躺下的，誰就負責給人扶起來。最可怕的是那種講故事的，說 AI 成熟之後，人類就再也不用工作了，盡情的吃喝玩樂就行。怎麼說呢？這種觀點還是低估了人類文明的險惡，這也才是重點。自媒體講究效率，寫文章講究閒筆，所以我每次都很糾結，到底是要效率還是要閒筆。好在每次都有朋友能發現這些閒筆，這讓人非常有成就感。謝謝這位朋友，謝謝大家。下一位，這期真棒，都是金句。不過有些工作也確實不夠人道，如果將來重體力活能有機器人替代就好了。製衣廠只需要 AI 控制的縫紉機，代工廠只需要擰螺絲的機器臂，讓人的工作能夠輕鬆一點，同時不要降薪，痴心妄想。
關於 AI 到底往哪兒發展，學術圈和科技圈分歧很大。學術圈的想法跟這位朋友類似，認為當前的 AI 路線是錯誤的。我在節目裡提到的阿西莫格魯和布林約爾松，他們都認為 AI 應該盡可能幫助人，而不是替代人。比如 AI 為電工排查實時故障，給醫生提供診斷支持，為教師制定教學策略，這些都是幫助人。科技圈就不一樣了 ，Anthropic 和 OpenAI 兩家你爭我搶，一邊訓練模型，一邊做生意。他們為了兌現資本承諾，別說篩選發展方向，能找到更多新的應用場景就算突破。其實不難理解，學術圈是象牙塔，研究、批評、矯正多一些，而科技圈則是真刀真槍在創業，每一步都是關乎生存的博弈。大家立場不同，思維方式也不同，所以目前看起來并不会互相採納建議。或許只有出現一次重大風險，才能迫使大家相互妥協，達成共識。下一位朋友 ，AI 什麼都可以制造，唯獨不能制造消費需求。眼下的 AI 繁榮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基建方面，傳統經濟無論中美都在萎縮，而中國萎縮得更加嚴重。經濟學家把這個現象叫做 K 型分化。怎麼說呢？經濟學確實是比較滯後的學問，又到了不足以形容現狀的時候。下一位沒就過業的畢業生還算不到失業率裡面，實際沒工作的畢業生怕不是會飆到50%？青年失業率一直是個謎，小道消息每年都說畢業生有一半沒工作，可是新聞媒體從來沒見報道。我覺得原因有兩個，第一，沒有權威機構去調查，第二，沒有平台敢刊發。比如智能革命這期聊失業創傷，提到青年失業率，我在公眾號發文章死活都不過審，後來把失業率、青年失業率、中國失業率這些字眼全部刪掉，嘿，你猜怎麼着？啪就過審了。我有時候也搞不懂，平台到底是在保護我還是在迫害我？保護我吧，不讓我發；迫害我吧，刪吧又能發，實在是太敏感了，渾身都是基點。下一位，所以現在考公才是版本答案嗎？在這波不知道什麼時候結束的下行週期，對00後最好的答案難道只有考公嗎？真的沒有其他出路了嗎？考公作為短期避險策略，我覺得是個好選項，但作為人生策略，如果不想廢掉，還是謹慎選擇。大部分體制內工作的特點是做多錯多，錯一次毀一生，所以哪怕你是人中龍鳳，待久了也會養成不做不錯的行為習慣。那如果選擇一份工作是為了什麼都不做，其實也很痛苦。下一位，這件衣服的購買鏈接在哪裡？這件衣服是朋友幫我縫的，屬於定制款，網上買不到。下一位，更新沒收到提醒。YouTube 此前更新了推薦規則，所以小鈴鐺通知時靈時不靈。不過別擔心，每次影片上傳之前，我會在社區提前預告，辛苦大家留意一下。下一位，我之前留言說啥來的？還得大力發展色情行業，這玩意兒 AI 替代不了。最後那個彩蛋逗死我了。最近 X 上線了全局翻譯，巴別塔再次建成之後，我發現情色內容在各國都很火，所以這位朋友說的對，人類確實不能沒有情色，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。下一位，最後最逗。那麼我的問題是，回答你問題的那個 AI 是什麼？能和 Cloud 幹仗的，當然是 ChatGPT 嘍。下一位，我也沒資格為人民服務，沒資格咱就一起享受服務。下一位 ，AI 可能能救中國經濟，但是救不了中國普通人。利益不會分配給普通人。5月份 CPI 同比上漲 1.2%， 其中僅汽油一項就貢獻了 0.66個百分點，佔整體漲幅一半以上。PPI 同比上漲 3.9%， 推動價格上行的核心因素分別是有色金屬、石油天然氣以及 AI 相關的數據中心、服務器和半導體投資。這表明中國也進入了 AI 基建週期。中美圍繞 AI 的軍備競賽已經拉開帷幕。還是那句話 ，AI 在中國也是淘金熱，不同的是國家資本和 GDP 在淘金，而牛馬在淘汰。下一位，人口減少 ，AI 替換人力，利空房地產，所以不管房吹怎麼唱多，不為所動。20年前幾個月的 PPI 整體上漲，但水泥、玻璃等產品價格繼續下跌，說明樓市需求仍未恢復。數據上看，上半年的中國經濟已經出現明顯的 K 型分化，房地產所代表的傳統行業在萎縮，石油、金屬和 AI 相關都在增長。我這邊建議房吹趕緊改行吧，天下大事浩浩湯湯，再怎麼吹，黃河水也不會倒流。事實上，就算沒有 AI 替代這回事，房地產也已經是過去式了。關於這個判斷，有興趣歡迎回看經濟氣子那期節目。下一位，所以現在全世界股市暴漲，就是年輕人槓桿再槓桿，加碼買入 AI 相關股票，希望在自己被替代前實現財富自由。如果泡沫爆了，滿大街都是背負巨額債務的失業年輕人，那就等着天下大亂吧。全球矚目的 SpaceX 於6月12日正式上市，作為有史以來最大的 IPO， 一經上市就躋身全球市值前10，而且第一天就大漲了 19%。遺憾的是，就在上市前夕 ，SpaceX 援引美國國際武器貿易條例，禁止中國大陸和香港投資者參與發行。中國禁止中國人炒美股，美國也禁止中國人炒美股，這說明中美這一輪博弈已經來到了雙向關門的新階段。下一位，我覺得 AI 革命的核心不是搶占了人的工作，核心的問題是人類不應該永遠留在地球上，
應該去追求星辰大海。人類到了21世紀，想象力、創新力和勇氣確實比較拉胯。拿上個世紀舉例子，80、90後的整個青少年時期，每一天都過得日新月異。從打沙包和跳皮筋開始玩起，一路玩過街機、紅白機、小霸王學習機，再玩到磁帶機、CD 機、MP3、MP4，還有傳呼機、小靈通和翻蓋機。可是自從10年前後智能手機出現，人類科技似乎就停滯了。往後這10幾年下來，除了點個餐、打個車、掃個碼、付個款，就沒什麼太大變化。可能就是人類拉胯太久了，所以資本市場成就了 SpaceX 的 IPO 神話，也讓馬斯克當上了人類第1位萬億富豪。那麼下一步是什麼呢？馬斯克會不會像維蘭德一樣開啟普羅米修斯計劃呢？下一位，以馬來看的話 ，AI 完全替代人類牛馬後，目前給牛馬剩下的方向就是觀賞用、競技用、寵物陪伴以及繁殖配種。觀賞競技還算好了，黑客帝國裡直接發電用。5月底，教宗利奧14世發布通諭，警告說，數碼奴役和傳統奴隸制非常相似，所以 AI 應該被繳械。結果一到6月份 ，AI 真的被繳械了。6月13日，美國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由，對 Anthropic 的新模型發起出口管制。該限制要求任何外國人，無論在美國境內或境外，都不能訪問 Fable 5和 Mythos 5兩大模型。Anthropic 為了確保合規，直接下架了這2款產品，並在隨後做出退款安排。不過在我看來，出口限制並不是教宗所說的繳械，而是 AI 霸權爭奪的開端。如果這種封鎖持續發酵，那麼此前投入巨大的半導體、算力中心乃至整個科技板塊都會遭遇重創。下一位，怕什麼？政府會替你就業，替你花錢，替你活着。AI 目前沒有法律限制，而且以後大概也不會有。由美國訓練 AI 戰爭，中國訓練 AI 監控與壓迫，文明熱季指日可待。的確是這樣，阿西莫格魯說 AI 會創造好任務，也會創造壞任務，比如深度偽造、操縱性數字廣告、成癮性社交媒體以及 AI 驅動的網絡攻擊。另外他計算 AI 可能讓 GDP 增加 2%， 但實際福利則會減少 0.72%。下一位，政治權力最大化，韭菜工資最低化，這種國家資本主義不錯，哈哈。前段時間，追觅的老闆於浩每天發100條短視頻，不僅自己發，還要求員工跟着一起發。追觅一年營收150億，於浩卻揚言26年衝擊1000億，27年衝刺3000億，28年直接破萬億。網絡大 V 瘦也分析說，於浩麾下有數千家企業迫切需要融資，而他盯上的不是風投機構，而是地方政府，因為地方官員和國資委都有招商指標，也急需追觅這樣的高科技產業落成到當地的產業園區，以此充當政績。我一想，瞌睡碰上枕頭了嗎？這不是純屬一個願打一個願挨。也就是說，於浩在互聯網上瘋狂表演，並不是給普通觀眾看的，而是發給國資委和2級市場的散戶看的。不難發現，國家資本主義其實很吃虧，因為只看政績不看收益的投資模式，真的很容易被騙。瘦爺一針見血，把這種模式叫做崩老頭。下一位，中國企業最喜歡的降本增效即將實現，好事啊！如果他們能實現不需要消費者的生產市場，那就更好了。我很想看到這種單向輸出的經濟如何實現，產品只出不進，白銀只進不出。恭喜你發明了貔貅經濟學。下一位，現在中國的人口趨勢就是國家資本主義運行的結果。我們都知道，計劃生育造成了人口危機。其實早在計劃生育之前，制度就為人口問題埋下了隱患。所謂建國後的前30年，中國緊跟蘇聯搞人民公社，全村一起大躍進，一起吃大鍋飯，但是分配需要按人頭計工分。家裡勞力多，壯丁多，工分就多；勞力少，壯丁少，就容易吃不飽。更誇張的是，公社規定男性每天工分為10分，女性最高只有7到8分，遇上生理期或者孕期會更低。好，人多占便宜，男人多更占便宜，那社員會怎麼做呢？當然是多生孩子，尤其是多生男孩。結果1958到1980年代初，中國經歷了一大波嬰兒潮，人口從6.5億激增至超過10億，緊接着就迎來了眾所周知的計劃生育。我們看，以前生的多是個錯誤，後來計劃生育也是個錯誤，好多錯誤疊加在一起，就有了今天的人口危機。而且這些錯誤都有一個共同點，那就是人定勝天。另外，多子多福和重男輕女大概率也是人民公社的遺產，而非什麼傳統觀念。還有，婦女能頂半邊天，也只是少半邊，因為工分制並不是同工同酬。下一位，不管 AI 或者機器人怎麼發展，都對中國底層工人毫無影響。畢竟 AI 機器人沒電了就無法工作了，人不給發工資還能繼續幹活。另一位，現在是倒貼工資給公司上班，還要借貸給老闆發工資，版本早就領先世界5個級別。還有一位，像我這小地方4線城市的公務員，連工資都有4、5個月發不出，鐵嶺也受潮，只不過不會失業。以前出義務工，現在無償上班，这種國際主義精神，馬克思來了都得點個讚。下一位，綠綠格局終於還是小了 ，AI 啥學不會啊？生產創造這麼難都學會了，消費需求這種小事兒，不還是分分鐘就會給你看？對呀，AI 都這麼大人了，也該學會攢錢娶媳婦了。下一位，體制內的人受影響只有10%，體制外就自求多福吧。
其實吧，無論從事什麼崗位，最終還是得有用，得創造價值才行。咱們拿體制內開玩笑，只是控訴不公平。但如果財政真的枯竭呢？會不會倒逼政府裁員縮編呢？我想這幾乎是板上釘釘的事兒，只是需要時間去驗證。下一位，對 AI 徵稅，建議盡快推進 token 國有化改革，構建全國統一 token 大市場，對人工智能徵收算力資源稅、token 增值稅和人工智能所得稅，嚴厲打擊非法 token 挖掘、跨境 token 轉移和 AI 偷漏稅行為，堅持算力到戶、責任到機，誰調用誰納稅，誰推理誰繳費。堅決防止 AI 資本無序擴張，促進 token 資源合理配置，爭取早日實現算力普惠化、推理規範化、財富共享化，大力推動形成人人有模型、機機有算力、戶戶能推理的良好局面。下一位，這種事兒老實說我還真不擔心，畢竟手上有選票，執政者有壓力，再怎麼樣國家都能替我兜底。實際上認識的人裡就有不少領過失業補助的，每月基本都有18000到2萬出頭左右。另一位，大陸不一樣，領取失業補助需要連續繳納社保1年，且需要企業裁員才能登記領取。實際工作中，企業為了避免賠償，都會通過其他手段盡量避免直接裁員、勸退、PUA、降薪調崗。6月9日財新報道，中國失業保險金自25年9月起已經連續8個月出現赤字。根據人社部數據，26年1到4月，全國失業保險基金收入705.3億，支出708.6億，赤字3.3億，支出額達到了2020年以來同期最高水平。截止目前，失業保險覆蓋人口2.48億，失業金最長可領12個月、18個月和24個月不等。如果期間找不到工作，下一步就得加入靈活就業大軍。下一位 ，AI 讓我們藍領也是看到200K 年薪了，還好我們有行業保護，也沒有引進外勞跟我們卷。我覺得 AI 吃人還是讓社會變得更好是制度問題。當初的接線生和電梯管理員，應該後來也找到了新工作。謝謝你的精彩節目，讓我上班的時候也能學到新的知識。雖然中美是 AI 兩巨頭，但第一個討論分配制度的卻是韓國。5月13日，澎湃新聞報道 ，AI 爆發所催生的芯片熱潮，使得三星和 SK 海力士 Q1 的利潤分別暴漲了756%和405%，同時也推動韓股綜合指數屢創新高。在此背景下，韓國總統府在5月11日公開提出國民分紅構想，主張將 AI 產業的超額利潤返還給社會。最近看到很多人說中美 AI 都很先進，日韓和歐美怎麼一點動靜都沒有？咋說呢？中國是在利用 AI 找出路，人家可都是在悶聲發大財呀。下一位，人們好像都希望 AI 無限提高生產力，但這對普通人是否真的有好處？允許人們分享紅利的體制，普通人還能抗議爭取一下，而社會力量被無限壓縮，原子化的大國，普通人如果連被剝削的資格都沒了，那會怎麼樣呢？很多人以為 AI 使生產力爆炸，從而物質極大豐富，直接實現共產，實在是有點幼稚可笑了。韓國總統府拋出國民分紅時，正好趕上三星勞資談判，而他們談的正是績效獎金標準和制度化問題。勞資談判的方法也很樸素，除了罷工以外，就是帶着帳篷去社長家門口露營。最終，談判在5月底達成協議，設立有效期為10年的半導體特別績效獎，將半導體部門利潤的10.5%作為獎金，且不設上限。同時，公司籌集約5萬億韓元，用來改善集體工作條件。不難看出，面對分配問題，獎賞和剝削其實是一體兩面。唯一有尊嚴的方法就是抗議和談判。下一位，新的生產模式必然會帶來新的生產關係。你覺得這次 AI 會帶來全球性的制度變革嗎？制度變革一定會有，因為按照現有發展模式來看，資本收益率一定遠超勞動收益率。如果不調整分配制度，勞資博弈將無休無止。至於顛覆性變革，那得等黑天鵝事件，沒人能夠預測。不過，相比制度變革，我更關心的是價值觀流轉。我在節目裡說，今日中國，明日世界，世界終將成為中國。這句話並不是開玩笑，因為中國確實只用了40年，走完了西方200-300年的路，也等於2代人吃了200-300年的苦。更搞笑的是，明明別人已經總結出了教訓，中國卻偏要摸着石頭過河，於是也等於2代人重新踩了200-300年的坑。一個人在短暫一生裡，先後經歷農耕文明、工業文明、信息文明和智能文明，那這個人的價值觀一定極度脆弱。不僅脆弱，而且善變，因為根據以往經驗，如果不善變、不更新，就會被社會淘汰。回看過去40多年，中國人的價值觀每10年變化一次，尤其最近這10幾年，每隔3-5年就變化一次。比如學歷貶值和婚戀關係這2件事，有時候都不能說是變化，而是上下翻轉。很顯然，無論是個人還是社會，想要過一種恬靜生活，價值觀穩定遠比情緒穩定更重要。目前 AI 以月為單位發展，比國產電動車發布會還快。這種速度會導致全人類都像中國人一樣，把幾輩子的風景壓縮到1輩子。很難想象，如果加速到一定程度，這日子要怎麼過。下一位，非就業增長最主流的分一杯羹方式就是買股票投資資本市場，
就業和生產很有可能無法再被拉動了。這不是中美歐，而是目前整個世界的方向。哪怕帶着技術和效率的先進去東南亞和非洲，也創造不出來那麼多需求和消費。除非發生戰爭，否則新的時代會強迫每個人去金融市場刀山血海。6月5日 CNBC 報道，美國政府考慮入股頂尖 AI 企業，包括 Anthropic、OpenAI 和 xAI， 讓美國人民能夠從中受益。6月9日彭博報道，中國準備在未來5年投入約2萬億人民幣，在全國各地建設數據中心。中國國資下場，美國政府入股，韓國國民分紅。情況就是這麼個情況，事情就是這麼個事情，將來怎麼發展，咱們一起見證歷史。下一位，中國只學會了資本主義的短視與吝嗇，卻忽略了現代社會的契約。中國的發展模式總給人一種叫花子不留隔夜飯的感覺，計劃生育吧，舉國上下只生一個好；發展房地產吧，從社會精英一路割到農二代；補貼新三樣吧，搞得滿世界都是0公里二手車。就感覺對什麼事兒都沒有敬畏，對經濟規律也視若無睹。下一位，我給00後還年輕的朋友指條明路，在國內學會裝空調的全套技術，爐火純青到蒙着眼睛都能裝的地步。與此同時，怒學德語、法語，爭取到 B1 水平。接着可以考慮掌握開鎖、通下水道、裝廚房、安裝家具等技術，全部搞定後直接來歐陸，找個途徑留下來，考這裡的各種水電工安裝師傅證，越多越好。我跟你們說，到時候數錢都會抽筋兒。跟上報數的節奏，真的做一個有用的人。跟上報數的節奏。下一位，我覺得電影終結者或許不一定是科幻電影，人類好像一直是這樣，7萬年前認知革命以後，總是幻想先於創造，然後引導自己自我實現。弗蘭肯斯坦成熟之後，人類到現在都痴迷於人造人。图灵測試提出之後，總是期望機器能夠產生意識。下一位，以人類文明發展史來看，農耕到現在无論怎麼變革，我們都會活得好好的。討論中醫的時候，也有人說古代沒有西醫，中國人也活了幾千年。還有很多人喜歡穿越回古代，在20、40裡挑來挑去，跟真的一樣。要是我肯定不回去，因為現代人都是技術平權的獲利者，而技術進步能讓人活得更輕鬆。舉個例子，慈禧老佛爺富有4海，一輩子也沒照過幾回相，但咱們可以天天照，掏出手機，隨時隨地都能照。下一位 ，Token 詞源，信達雅、雅達信钦點為當代嚴復。下一位，有沒有可能 AI 也在創造崗位？根據高盛估計 ，AI 所創造的就業崗位主要集中在電力和数据中心基礎設施方面。自22年以來，與數據中心建設相關的建築崗位增加了21.6萬個。隨着電力需求不斷增加，預計美國到2030年仍需新增約50萬個崗位。中國計劃未來5年建設數據中心，相關崗位應該也會增加。下一位，這位朋友留言有點長，咱們撿重點的說。他說 AI 加速了本就存在的問題，現在最無語的就是本來很簡單的技術革命問題，在全球經濟下行之下變成了集體狂熱了，營造出一種末世和神蹟錯覺。AI 加速老問題沒錯，但狂熱也不是沒道理。從18年開始流行一個詞叫逆全球化，之所以逆全球化，是因為每一次技術革命和政治格局的紅利都有消耗殆盡的時候。第3次互聯網革命的紅利眼看消失殆盡，而第4次人工智能革命還未進入大規模應用。如今整個世界已經多處陷入戰火，這說明人類再次進入了存量博弈時代。所以逆全球化的本質就是上一輪紅利耗盡，急需下一個新紀元。幸運的是 AI 革命來得足夠快，足夠猛烈，這確實給人類帶來了曙光。下一位，人類只有2個結局，集體主義或者滅亡。巧了嗎？這不是劉慈欣也是這麼想的。下一位，把標題換成 AI 能救美國經濟嗎？也非常合適。另一位朋友反駁他說，美國經濟需要拯救？笑死我了，炒你的 A 股去，少在這兒現眼。投 A 股就像投湖，掙錢純靠運氣。下一位，是有多愛工作，可憐奴隸，還目的性跟尊嚴。首先，被壓榨和自食其力是2回事。其次，人類社會在2戰以後的社會契約就是勞動換取收入，工人上班領工資，納稅消費，國家提供養老金和公共服務。中國人喜歡大破大立，推倒重來，完全不在乎成本。其實西方在恩格斯暫停以後，也曾出現過類似思潮。馬克思認為革命才是出路，而現代經濟學更傾向於制度創新。後來隨着工會運動、普選權、福利國家和累進稅制陸續出現，經濟制度逐漸自我修正，社會契約也逐步完善。事實證明，人類就算不推倒重來，也能通過制度創新走出停滯。5·4時期的中國青年每天喊着反爹反媽反封建，現在的中國青年每天喊着躺平擺爛愛咋咋，本質上都是一樣的，看似光明磊落，實則矯枉過正。為啥矯枉過正？因為5·4青年反爹反媽有一半是為了戀愛和私奔，當代青年躺平擺爛也有一半是因為懶惰與傲慢。所以在我看來，人生真正的難題有時候並不是掙扎求生，而是对抗私欲。我的新書名叫进退，也取了這一層意思，既要積極進取，也要保持克制。進是勇氣，退是智慧。
身為中國人確實很痛苦，但真相是生而為人本身就很痛苦。這也是為什麼作家也分等級，有的優秀，有的偉大。因為優秀的作家只能寫出身份痛苦，而偉大的作家才能寫出人的痛苦。下一位，唯一紅利可能就是肉蔬菜不是特別貴了，還能活着。而且你稍微學營養學，營養搭配的好，可以比較健康的活着吧。還有一個好處就是不用擔心上街有人拿槍打你。便宜食品是不是紅利先放一邊？走在街上沒有危險這事兒，背後代價其實挺大的。比如滿街攝像頭、實名制、網格員，還有疫情期間看不見臉的大白。安全是挺安全，但老大哥無處不在。換句話說，我們失去了所有，卻只換回了圈養一般的安全。下一位，美國人民長期缺乏正確的領導，利用低人權優勢，造就了今天 AI 的領先。這種領先是不可能長久的。強烈呼籲黃仁勳、蘇姿豐、陳立武放棄美國，回歸祖國，在韜定力的正確領導下，為祖國效力，再創輝煌。你問我支不支持？我當然說支持。下一位，看出來了，確實是一個販賣焦慮的頻道，講了一堆美國 AI 失業潮，最後劍指中國，這一圈扯得太大。你就說吧，這個裡面明明把中國換成美國，不是更切題嗎？幹嘛處處要從題目貶低中國？能不能別說中文？明明先衝擊的老美，偏偏題目還要閒扯中國，太扯淡了吧？改你變色眼鏡的題目。剛才提過認知革命，說人類總是幻想先於創造，其實國家和民族這些概念也是人類幻想出來的。不過我覺得吧，用國家和民族來區分人群還是太過粗糙，都不如傻子和瘋子來的精確。你最起碼得做到物以類聚啊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有沒有道理？下一位 ，AI 的出路在於讓人類徹底擺脫工作，消滅工作相關的一切名詞，包括但不限於崗位、職位、薪水乃至貨幣、利潤、規劃。人類將變成由 AI 供養的米蟲，世界的主角將由 AI 擔當，人類成為可有可無的附屬品。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地上天國即將到來。現在的 AI 叫做大語言模型，說明人類文明是由語言組成的。既然文明建立在語言之上，就算消滅所有經濟學詞彙，也會有人重新發明另一套。這事兒在歷史上亦有記載，比如包產到戶、責任到人、抓大放小、下崗分流、以人為本、降本增效、精準扶貧、共同富裕。下一位，你的節目真的太精彩，寫得太好，從你的節目裡學習很多，不管是金融的、總體經濟的，對自己的投資非常有幫助。如果不贊助一些，實在說不過去，再次表達感謝。謝謝這位會員朋友持續支持，再接再厲，一起加油。我的頻道會員開了很久，一直沒精力制作會員節目，但還是有很多朋友訂閱來支持我，實在是羞愧又欣慰。為了回饋各位會員朋友，我決定每期影片上傳之後，把完整文稿發布在社區，Patreon那邊也會隨着音頻同步推送。本期綠綠問答就到這裡，接下來給自己做個廣告，我的新書《進退》已經上線，這本書是25年所有宏觀節目的完整文本。去年一整年，我們討論了房地產泡沫、資產負債表衰退、人口結構、地方債務、通縮、財稅、社保，還有中美博弈和全球秩序。重新編輯的時候，我把所有分散的推演串成了一條完整邏輯鏈。同時也保留了逐字稿的結構和段子，讀起來或許會讓你會心一笑。全書一共17.5萬字，2-3個下午就能讀完。目前亞馬遜和 Patreon 同步在線，點擊頻道簡介就能看見鏈接。着重推薦 Patreon 簡繁雙版本，可下載、可打印、可收藏。在下行週期，清醒可能不會帶來好運，但進退有據的判斷力本身就是一種資源，所以這本書寫給仍然願意理解現實的你。好，以上就是本期節目的全部內容，感謝老朋友不離不棄，歡迎新朋友相見恨晚。最後特別鳴謝訂閱會員和給我打賞的朋友，真金白銀，受之有愧，謝謝各位老闆。大家接着整活，我去做新節目，我們下期再會。